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婆婆，没有一个不是说希望早日抱上孙子，享受天伦之乐的。但是甄嬛和太后这婆媳两个呢，却偏偏不这么想。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对自己的儿媳妇儿进行了避孕操作，不是无冤无仇，只能说是后宫如海啊。下面赶紧跟我一起去看看此事的前因后果吧。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咱们先来扒拉扒拉太后和华妃的猫腻。华妃不是充电话费送的，她之所以能够进宫是一种世家政治措施，叫做政治联姻。因为国家虽然是皇上的，但是不全是皇上说的算啊，她还没上升到总裁的地位，她还要巴结各大世家，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江山稳固。而华妃能进宫的原因呢，是因为她哥华妃的哥哥年羹尧呢，他手里有军权，当皇帝乾隆之时，需要朝中大臣们支持才能上位登基，而支持呢，找一些文官不顶用啊，因为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枪杆子你玩啥呀？很多文官打仗时都动不了手，缩得像鹌鹑一样，所以拉拢大臣需要找武将。年羹尧就是武将里面拔尖的，他常年领兵，手里人特别多，所以一旦要是支持了皇帝的话呢，他飞龙在天的几率就大，所以就要势必跟年羹尧发生点关系，要不然人家不能帮你啊。他是个男的，没办法发生关系，那只能找他妹妹华妃，就把华妃给娶了。这下你是我小舅子，我登基你不帮我帮谁啊？而对年羹尧来说，如果皇帝登基了，我就称国舅了，这不是身份显赫，光耀门楣。娶了华妃之后，皇帝顺理成章的得到了掌管兵权的年羹尧的支持，最终成功登基。但是这个政治联姻也有坏处，这个人一旦有了实力之后，时间长了就容易飘。你看年羹尧他是军人出身，行事作风特别张扬，而他妹妹也是和他差不多，张扬得很，再加上他帮助皇帝取得了这个皇位，他就觉得自己这个作用特别大，连皇帝都得给我面子，慢慢呢自己就收不住了。比方说这个苏培盛是皇帝身边的贴身秘书，有的时候是可以代表皇帝去宣读圣旨的，大臣们见到他都非常尊重，哪怕是皇后见到苏公公那也是很有礼貌的。可是这个年羹尧呢竟敢使唤他，你这不就把自己当成皇帝看待了吗？再有就是那个云里是皇帝的亲兄弟，人家是正儿八经根正苗红的王爷，按照宫廷礼仪来说呢，年羹尧见到他是需要起来行礼的。可是这年大将军呢，见到这个王爷之后屁股都不抬一下，见到王爷不抬屁股的有谁啊？只有皇帝。所以你这不等于在告诉皇帝我是有野心的，你那个位置我也可以坐。如此一来，皇帝心里憋屈不高兴，我都皇帝了还要受你的气，我可是万人之下。但是他更怕，害怕万一哪一天华妃生下个男孩，这个年羹尧他就敢把皇帝干掉，然后让自己的小外甥当这个傀儡，自己过皇帝的瘾。这种潜在的危险是非常非常大的，皇帝就愁啊，难受啊。这时候他妈看不下去了，太后就给儿子出主意，要想不给年氏兄妹这种叛变的机会，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让华妃生下孩子。只要她不生孩子，他们兄妹俩呢，这个叛变概率就很小了。所以这个欢宜香肯定是太后弄出来的，因为一般的男人谁会去关心这个避孕的事儿，肯定他不如后宫的女人们在行。再有啊，咱们看安陵容经常用香去算计皇帝，皇帝也没察觉过，说明他不内行。因此呢，这种用香去避孕的方法肯定是太后根据以往自己的实际经验她所得来的。但是好在这个太后啊，她心并不黑，只是想保儿子的江山社稷。虽然是用欢宜香使华妃不能怀孕，但是她并没有真的去要了华妃的性命，跟她比起来，这个甄嬛就很多了。太后和华妃避孕是为了保自己家的江山，而甄嬛给高熹月避孕则是为了报仇。因为啊，甄嬛的大女儿端淑长公主在她没有成为太后之前，因为政治需要把她送到非常遥远的外藩去和亲去了。这娘俩一分离20多年，而且女儿这一生啊过得也是很不顺利。甄嬛这个当娘的心里一直有愧疚，只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而伤娘怨报无穷。当时主张公主去和亲的这些人里边呢，就有高熹月的父亲高斌，所以甄嬛她就一直在记恨这个事儿。这高熹月也是有够倒霉的，在王爷府的时候呢，就被富察皇后用撞了欢宜香的这个手镯给整得始终没办法怀孕。那进了宫可不就是直接进了火坑？更何况这还是甄嬛的势力范围，
马上甄嬛就让齐太医对这个高希月重点帮助。高希月自己做梦都没想到，他父亲在上班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工作建议就把甄嬛给得罪了，间接就害了自己的女儿。甄嬛出手特别狠，一出手就是奔着高希月的命去的。咱们都知道，这高希月自打进了宫之后，身体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齐太医啊，他用药把高妃的身体给透支了，看上去好一点，实际上是缩短了她的寿命。所以你看，在如懿出了冷宫之后，阿若被处死，然后呢，宫里就开始流传闹鬼的传言。谁最害怕？高妃。那高妃她自己确实是做贼心虚，但是别人也做贼，就没有像她这么心虚。那她为啥这么害怕，甚至有点发疯的迹象？就是因为常年呢被太医用药，把身体的气血都给耗尽了。气血虚的人胆子就比一般人要小，因此你看甄嬛可不是单纯为了让她避孕，直接就是为了要她的命。干嘛呢？让高斌也尝一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自己女儿日子过不好，她女儿也别想好过。虽然同是婆婆，可是他们的出发点呢完全不一样。太后的出发点始终是为了皇帝，因为皇帝是她亲生的，她在血缘上跟孩子还是有不可分割的认同感，所以你看她做任何事情都是以皇帝为中心，去设计华妃也是为了保护皇帝。那甄嬛她设计高妃，则是因为自己女儿受罪，可以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吧。太后可能因为自己儿子没受罪的原因，所以没有下狠心去整死华妃。如果当时皇帝受了伤害，那么太后会不会像甄嬛对待高妃那样整死华妃呢？对于这一点你怎么看呢？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